车是我在开，我有权决定载谁。王强理直气壮地看着我，手机屏幕上还显示着小三刘娟晒出的旅游照片。我花40万买的白色宝马正停在海边，那是我的钱买的车。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你的钱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王强冷笑着威胁我，你要是敢卖车，我就申请分割你的财产。更过分的是，刘娟竟然主动加我微信，当着我的面抚摸肚子。林姐，我怀孕了，谢谢您资助的浪漫旅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整理账本，突然手机微信响了一下。我叫林薇，今年42岁，经营着一家小广告公司，生意还算不错。老公王强比我大3岁，做点小生意，收入时好时坏。我们结婚15年了，一直相敬如宾。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平淡淡过下去。那条微信是朋友圈的消息提醒，我随手点开看了一眼，瞬间就愣住了。发消息的是一个叫刘娟的女孩，我不认识她，但她的头像很年轻，看起来也就20出头的样子。照片上是一辆白色宝马，正停在海边，车门开着，一个男人正在往后备箱放行李。那辆车我太熟悉了，因为那是我花40万给王强买的。半年前，王强突然跟我说他谈了一个大客户，需要开好车撑场面。他当时愁眉苦脸的说，如果没有像样的车，这笔生意就要黄了。我看他那副可怜样子，心一软，就把公司账上的钱拿出来，又动用了一些积蓄，凑了40万给他买了这辆宝马。王强当时高兴得不得了，抱着我说，薇儿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，等我赚了大钱，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可现在这辆车怎么会出现在一个陌生女孩的朋友圈里？而且照片里的男人虽然只能看到背影，但那身材，那穿着，分明就是王强。我赶紧点开那个女孩的朋友圈，刘娟，25岁，从她的照片看，长得挺漂亮，身材也好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她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和王强的合影，两个人搂搂抱抱，看起来很亲密。最新的那条朋友圈是2个小时前发的，配文写着，谢谢宝贝带我看海，这次旅行太浪漫了，红心下面还特意了我。林薇，谢谢林姐的资助，让我们有了这次浪漫的旅行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都在颤抖。这个女人竟然用我的钱，开着我买的车，还要当着我的面炫耀。我立刻打电话给王强，但他关机了。我又发微信，也不回复。我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脑子里乱得很。王强今天早上出门时说要去外地谈生意，要住2天。原来他是去和这个女人约会了。我想起王强最近的种种异常，经常深夜不归，说是在应酬，手机从来不离身。以前都是随便放的，对我也越来越冷淡，连话都懒得多说几句。原来这一切都有原因，我越想越气，越想越委屈。我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他，省吃俭用攒钱。公司刚有点起色，就把钱拿出来给他买车，可他却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。更可恶的是，那个女人居然还要羞辱我。在朋友圈里呀，我说什么林姐的资助，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，王强是靠我的钱才能开好车的吗？我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15年的婚姻，15年的信任，就这样被背叛了。但哭完之后，我冷静下来想了想，既然王强能够背叛我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对他仁慈。
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林薇不是好欺负的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出了买车时的所有资料，车子的登记证书、保险单、购车合同，全部都是我的名字。从法律上来说，这辆车完全属于我，我有权处置它。既然王强用我的车去约会小三，那我就把车收回来，看他们还拿什么去旅游，拿什么去炫耀。想到这里，我感觉心里的怒火找到了出口。我马上上网查二手车交易的信息，准备第二天就去办这件事。王强啊王强，你以为我会忍气吞声吗？你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没有去公司，而是开始调查王强和那个刘娟的事情。我加了刘娟的微信，用的是公司的小号，头像是个卡通图案，看起来不像是王强的妻子。没想到他很快就通过了。从他的朋友圈我看到，他和王强交往至少已经半年了。照片显示，王强经常带他去高档餐厅吃饭，去商场买衣服，甚至还带他去过我们的婚房。看到我家客厅的照片出现在这个女人的朋友圈里，我差点把手机摔了。更过分的是，我发现王强给他买的那些礼品，钱都是从我们的共同账户里支出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是拿我的钱去讨好别的女人。中午，王强回来了，他一进门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还主动跟我打招呼：“喂，我回来了。这次出差累死了，客户特别难伺候。”我冷着脸看着他：“出差？你确定是出差？”王强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：“当然是出差啊，不然能是什么？”我把手机递给他，屏幕上正显示着刘娟朋友圈的照片。那这个怎么解释？王强看到照片，脸色瞬间变白，但很快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“哦，你说小刘啊，他是我的客户助理，我带他去谈业务，顺便在海边签了个合同。”客户助理，我冷笑：“客户助理需要你搂着拍照吗？需要你带他去我们家吗？”王强被我戳穿了谎言，索性也不装了：“行了行了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”我气的声音都在发抖。王强，你拿我的钱买的车，现在却用来载别的女人去约会，你还有脸问我想怎么样？王强竟然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车是我在开，我有权决定载谁。再说了，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真的被气笑了。这个男人的脸皮怎么能厚到这种程度？普通朋友？王强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都看到照片了，你们抱在一起像普通朋友吗？王强见我态度强硬，开始威胁我：“林薇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在外面辛苦赚钱养家，交几个朋友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真是没想到，王强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威胁起我来。这时候，我最好的朋友陈静来了，我以为他会支持我，没想到他了解情况后，竟然劝我算了。薇薇，男人都这样，在外面玩玩很正常的，只要他最后回家就行了，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陈静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静静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他背叛了我们的婚姻。”背叛？哪有那么严重？陈静不以为然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有几个老实的？你看我老公，我不是照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他们不离婚，不把小三带回家，就算了呗。我不敢相信，我最信任的朋友竟然这样劝我。静静，你早就知道王强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陈静的表情有些尴尬。我是听说过一些，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没告诉你。我是为了你好，免得你胡思乱想。听到这话，我彻底失望了。原来连我最好的朋友都在瞒着我，都觉得我应该忍受丈夫的背叛。晚上，
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。丈夫背叛我，朋友不理解我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忍气吞声，但是我不甘心。凭什么我要忍受这一切？凭什么我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用来羞辱我？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车要回来。这不仅仅是一辆车的问题，这是我的尊严问题。我再次翻出了车子的所有证件，开始联系二手车商。既然王强不珍惜我的付出，那我就要让他知道失去的滋味。第二天，消息就传开了，也不知道是王强说的，还是陈静泄露的。总之，我要卖车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我们的圈子。上午10点，婆婆就气冲冲地跑到我家来了。王强的母亲今年65岁，是个很强势的人。她一进门就开始指着我鼻子骂：“林薇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毒？王强就是交个朋友，你至于这样报复他吗？”妈，是王强对不起我，不是我报复他。我尽量保持冷静。对不起你？他怎么对不起你了？婆婆瞪着眼睛。男人在外面有个红颜知己很正常，你看哪个成功的男人身边没有女人？你应该感到骄傲才对。听到这话，我真是又气又笑。妈，那是我花40万买的车，他拿去载别的女人，还要我感到骄傲，那又怎样？你们是夫妻，你的钱就是他的钱，他的钱也是你的钱。婆婆振振有词。再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难堪？邻居们会怎么看我们家？邻居们怎么看？您应该问问您儿子，他带着小三到处炫耀的时候，想过邻居们怎么看吗？婆婆见我不松口，开始哭天抹泪。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媳妇啊？当初我就说王强不应该娶你，你看看，现在为了一点小事就要闹离婚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？正在这时，我爸妈也来了，我以为他们是来支持我的，没想到我爸也是来劝和的。薇薇，你妈跟我商量了，觉得你这次确实有点过了。我爸坐下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王强虽然有错，但你也不能这样报复他啊。”爸，这不是报复，这是保护我自己的权益。什么权益不权益的，都是一家人。我爸摆摆手，再说了，你们还有孩子呢，为了孩子也要忍忍。小强在国外读书，要是知道家里闹成这样，他会怎么想？我妈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能看出她是支持我的。她给我使眼色，示意我不要冲动。但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连我的亲生父亲都觉得我应该忍让，觉得我维护自己的权益是过分的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女人就应该忍受背叛，就应该为了所谓的家庭和睦而牺牲自己的尊严？下午，我去公司处理一些事务，结果发现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。我的助理小张偷偷告诉我：“林总，外面有人在传，说您要和王总离婚，还说什么？”小张有些为难，还说您太强势了，王总受不了才在外面找的。他们说女人太厉害了，对家庭不好。听到这话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我努力赚钱养家，就成了太强势；我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就成了对家庭不好。更可气的是，中午和客户吃饭时，对方竟然主动提起了这件事。林总，听说您家里有点事情。客户是个中年男人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觉得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女人嘛，有时候该糊涂就糊涂点。男人在外面玩玩很正常，只要他心里有家就行。我强忍着怒火，勉强保持微笑。谢谢您的关心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但内心里，我对这些人的嘴脸感到恶心。凭什么男人出轨就是玩玩很正常？
女人维权就是不够糊涂。晚上回到家，王强正在客厅里抽烟，看到我进来，他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今天被人说了吧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件事传出去对你没好处。现在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不讲理的悍妇了。”悍妇？我被他的无耻惊呆了。王强，是你背叛了婚姻，现在反倒成了我的错。我背叛什么了？我又没有离婚，又没有不要这个家。王强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要是再这样胡闹下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警告你，车子你别想动，那是我的交通工具。你的交通工具！”我气得发抖。王强，你别忘了，那辆车的所有证件都在我名下，那又怎样？王强站起来，威胁性地看着我：“林薇，你要是敢卖我的车，我就把你这些年的私生活全部曝光出去，看你还怎么在圈子里混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彻底寒心了。这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威胁我，栽赃我。那一夜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。丈夫背叛我，婆婆责骂我，朋友不理解我，父亲劝我忍让，同事议论我，连客户都要对我指手画脚。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算了，我一定要让王强知道背叛的代价是什么。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，我还是决定卖掉那辆车。我联系了几家二手车行，最终选定了一家口碑不错的。车行的经理看了车况后，给出了32万的价格，虽然比原价少了8万，但在二手车市场上已经算是不错的价格了。就在我准备签合同的时候，王强突然出现了。他一进车行就开始大吵大闹：“这车不能卖，这是我的车。”车行经理被他吓了一跳，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：“这位先生，您是？”“我是她老公，这车是我开的。”王强指着我说：“他没有权利卖我的车。”我拿出车子的登记证，车子的所有证件都是我的名字，我当然有权处置。车行经理看了证件，点点头，确实，车主是这位女士，她有权出售。王强见状，突然软了下来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眼中竟然有了泪光。“薇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要卖车好吗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见那个女人了。”看到王强这副可怜样子，我的心又软了。毕竟是15年的夫妻，他这样低声下气的道歉，我内心还是有些动摇的。“王强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不会再见他了？”“真的，我发誓。”王强握紧我的手：“薇儿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这些年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”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王强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脸色逐渐变白。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王强的表情完全变了，刚才的温情脉脉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愤怒。“林薇，我告诉你，这车你休想卖掉。”“为什么？刚才你不是还道歉吗？”王强冷笑：“刚才是我一时冲动，现在我想通了，凭什么我要向你低头？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敢卖这辆车，我就申请分割你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你那个破公司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愣住了。“你疯了吗？那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”“婚前财产？”王强得意地笑：“林薇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。你公司成立后，我也参与了经营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我有权分得1半股份，还有你的存款、你的房产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哪样不是我应得的？”我被他的无耻震惊了。“王强，你疯了！是你背叛了我，现在反倒要分我的财产，谁背叛谁还不一定呢。”王强阴森森地说：“我劝你最好识相点，不要逼我把事情闹大。”就在这时，车行的门被推开了，
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，正是刘娟。她看到我，不但不害羞，反而主动走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抚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林姐，我怀孕了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瞬间击碎了我最后的幻想。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刘娟一脸得意，孩子已经2个月了，是王强的。林姐，我知道您是个好人，您不会让孩子没有父亲的，对吧？我看向王强，希望他能否认，但他竟然一脸坦然。孩子是无辜的，微微，我们不能因为大人的问题伤害孩子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应该接受现实。王强冷冷地说，小娟需要一个名分，孩子需要一个父亲。你可以选择离婚，也可以选择接受他。我感觉天旋地转，差点站不稳。这个男人不但背叛了我，让别的女人怀孕，现在还要我接受这一切。车行经理看到这个情况，赶紧说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商量商量，我们这里不太方便。我勉强支撑着自己，对车行经理说，不用商量了，这车我不卖了。然后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刘娟得意的笑声。林姐真是通情达理，我就知道您会理解的。走出车行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本来只是想要回自己的车，要回自己的尊严，没想到却发现了更可怕的事实。王强不但背叛了我，还让小三怀了孕，现在居然还想让我接受这一切，或者分割我的财产后离婚。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哭了整整1夜。15年的婚姻，15年的信任，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。更可怕的是，王强还要分割我的财产，那些都是我这些年辛苦创业攒下的家底。第2天上午，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室里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助理小张进来汇报工作，看到我的样子，关心地问，林总，您还好吗？要不要请假休息几天？我正想回答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接起来一看，是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林薇女士吗？我是李明，您大学的同学。李明，我想了想，想起来了，他是我们班的学霸，毕业后考了法学研究生，现在应该是律师了。李明，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我在微信上看到老同学转发的消息，说您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李明的声音很温和，我现在是专职律师，主要做婚姻家庭案件，如果您需要帮助，我很乐意为您提供法律咨询。听到这话，我眼前一亮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找律师呢？李明，你现在方便见面吗？我确实需要专业的法律建议。当然可以，我下午有时间，您看在哪里见面比较方便？我们约在了一家安静的咖啡厅。10年没见，李明变化不大，还是那副斯文的样子，只是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。我把整个情况详细的告诉了他，包括王强的背叛、威胁分割财产、小三怀孕等等。李明一边听一边记录，偶尔点点头。听完我的叙述，李明放下笔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林薇，首先我要告诉你，你的情况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。什么意思？王强威胁要分割你的财产，但他的威胁大部分都站不住脚。李明翻开笔记，首先，你的公司是婚前成立的，即使婚后有所发展，但股权结构没有变化，这属于婚前财产的自然增值。王强无权分割。听到这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李明继续说，其次，关于车子，既然所有证件都在你名下，你有完全的处置权，他无权阻止你出售。那小三怀孕的事呢？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。如果她真的怀孕了，
那确实会影响到财产分割。但是李明停顿了一下，我建议你先确认她是否真的怀孕，以及孩子是否真的是王强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林薇，我从业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小三用假怀孕来要挟原配的案例。李明认真地说，而且即使她真的怀孕了，你也不是没有选择。听到这话，我感觉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。李明，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李明想了想，说，我建议你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，不要被他们的威胁吓倒，而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。具体怎么做？首先，关于车子，你完全可以按计划出售，这是你的合法权益，任何人都无权阻止。李明说，其次，如果王强真的要闹离婚，那就闹。以他目前的行为，你可以起诉他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，在财产分割上会对你很有利。重婚，如果他和小三以夫妻名义同居，并且让她怀孕，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重婚罪。李明解释，即使不构成重婚，他的出轨行为在离婚时也会成为重要的证据。听到李明的分析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原来我并不是毫无选择，原来法律是保护我的。李明，如果我委托你代理这个案子，需要多少费用？我们是老同学，费用好说。李明笑了笑，不过我希望你明白，打官司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如果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，那是最好的。其他方式，比如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，让他们主动退让。李明神秘地笑了笑，我有一些想法，但需要你的配合。走出咖啡厅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刚才还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，现在却发现我手里还有很多牌可以打。王强啊王强，你以为我会被你的威胁吓倒吗？你错了，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。有了李明的帮助，我开始重新规划我的反击策略。李明给了我一个详细的计划，他说，最好的复仇不是简单粗暴的报复，而是要让对方在最重要的时刻丢脸，让他们自己承受行为的后果。林薇，你想想，王强最在乎什么？李明问我。面子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他最在乎在朋友面前的面子。那刘娟呢？我想了想，她应该最在乎能不能转正，能不能得到一个名分，那就好办了。李明笑了，我们就从这2点入手。首先，我们要确认刘娟是否真的怀孕。李明建议我雇一个私家侦探，暗中调查刘娟的情况。很快，私家侦探传来了消息，刘娟根本没有怀孕，她只是买了一个假肚子，装作怀孕的样子来威胁我。更可笑的是，她还在网上搜索如何演出怀孕的样子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既愤怒又好笑。这个女人为了上位，竟然连这种招都使得出来。接下来，李明帮我制定了更加精密的计划。通过调查，我们发现刘娟有个前男友叫张浩，2人是因为张浩出轨才分手的。有趣的是，张浩最近刚好想买一辆2手豪车。林薇，你觉得把车卖给张浩怎么样？李明坏笑着问我。我一想，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。你是想让张浩开着这辆车去见刘娟？不仅如此，李明说，我还打听到下周末刘娟要带王强去见他的父母，说是要商量结婚的事。你觉得如果在那个时候张浩开着这辆车出现，会发生什么？我想象着那个场面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真是天助我也，让我能够在最精彩的时刻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说干就干，我立刻联系了张浩，他听说有辆宝马要出售，而且价格合理，
很快就约定了看车时间。张浩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做点小生意，正想买辆好车撑门面，看到我的车保养得很好，价格也合适，当场就决定买了。办理过户手续时，张浩无意中提到，这车的前车主真是太爱惜了，保养得跟新车一样。我笑着说，是啊，我老公很爱惜这辆车，经常开着它载女朋友去兜风。张浩愣了一下，女朋友？是啊，一个叫刘娟的女孩，很漂亮的。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，你认识吗？张浩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刘娟，她现在有男朋友了？对啊，而且下周末要带回家见父母了。我继续添油加醋，听说两家父母都很满意，准备订婚了。张浩听完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看来他对刘娟还是有感情的。听说他要结婚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个车主太太，这辆车的车牌号您还记得吗？我想确认一下过户手续。张浩问道。我把车牌号告诉了他，还好心的提醒。对了，下周末他们约定在海景餐厅见家长，好像是要用这辆车去接刘娟的父母。你要是想确认车况，可以去哪里看看？张浩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光芒。办完手续，我心情大好，现在就等着看好戏了。同时，李明也在另一方面帮我准备，他整理了王强出轨的所有证据，包括照片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等等，准备在必要时使用。林威，现在你手里有3张王牌。李明对我说，第1张是车子已经不属于王强了，他再也不能用来炫耀。第2张是刘娟假怀孕的证据。第3张是王强出轨的完整证据链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牌？不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李明神秘地笑，等下周末过后，他们就会知道得罪你是什么后果了。这1周，我心情特别好，看到王强每天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他肯定在想车子的事怎么解决，肯定在为下周末见家长的事发愁。而刘娟呢，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，说什么林姐，谢谢您的理解，我会好好照顾王强的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只是冷笑，等着吧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周末终于到了，按照计划，王强要开车载刘娟去海景餐厅，和刘娟的父母见面商量结婚的事。这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场合，他已经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。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贴心地提醒他，王强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开车小心点啊。王强得意地笑，放心吧，我的车技你还不知道吗？今天一定会给刘娟父母留个好印象。看着他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我心里暗自偷笑。下午3点，我接到了李明的电话。林威，好戏开始了，我在海景餐厅附近，王强刚到刘娟家楼下，准备接她。车子呢？张浩已经开着新买的宝马在餐厅门口等着了。李明压低声音，你是不是也想来看看？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不去现场了，万一被他们发现反而不好。你帮我现场直播吧，我在家里等消息。半小时后，李明的电话又来了，声音里带着兴奋。林威，你猜怎么着？王强到了停车场，发现车子不见了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然后呢？他打电话报警，说车子被盗了。警察查了监控，发现是被合法过户的，告诉他车子已经不属于他了。李明说，现在王强在停车场里暴跳如雷，刘娟在一边哭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。那刘娟的父母呢？还在餐厅里等着呢。李明笑着说，最精彩的还在后面。又过了半小时，
李明再次来电：“林薇，你绝对想象不到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快说！”我迫不及待。王强和刘娟打车到了餐厅，刚要进去，结果看到张浩正开着那辆白色宝马在餐厅门口停车，李明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刘娟看到前男友开着她现男友的车出现，当场就傻了。我终于爆了这口恶气，看着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刻出丑，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。张浩有没有认出刘娟？认出来了，而且张浩还故意下车，大声对刘娟说：“娟娟，好久不见啊，谢谢你男朋友把车卖给我，我很喜欢这辆车。”李明学着张浩的口气，刘娟当时脸都白了，王强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。那刘娟的父母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他们刚从餐厅出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李明兴奋地说。刘娟的父亲当场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辆车不是你男朋友的吗？怎么这个人开着？”我听得心里大快，这个局布得太完美了。后来呢？刘娟解释不清楚，王强也丢人丢到家了。李明继续说，最后刘娟的父母很生气，说什么连辆车都搞不清楚归属，这样的女婿不可靠，直接走了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忍不住拍手叫好，这就是背叛的代价。晚上8点，王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他一进门就瘫坐在沙发上，一脸的挫败。怎么了？今天见家长不是很顺利吗？我装作关心的样子问道。王强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他叹了口气：“林薇，车子的事是你做的吧？”“什么车子？”我装糊涂。“那辆宝马，你把它卖了。”王强有气无力地说。“哦，那个啊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。“车子是我买的，我当然有权处置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王强看着我，眼中有愤怒，也有无奈。“你这是在报复我？”“报复？”我冷笑。“王强，我只是在维护我自己的权益。你用我的钱买的车去载别的女人，还要我忍气吞声？”王强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林薇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承认我错了，但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再这样下去对谁都没好处。重新开始。”我看着他，那刘娟呢？她不是怀了你的孩子吗？王强的脸色变得很尴尬。那个是误会，她没有怀孕。王强艰难地说出这句话，他骗了我们。我心里暗笑，但表面上装作很惊讶。什么？他骗了我们？王强点点头。今天出了这件事后，他父母要求他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他根本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他演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内心狂欢，但表面上保持镇定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们的关系也该结束了吧？王强看着我，眼中有了一丝希望。林薇，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。我看着这个男人，心中只有嘲讽。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但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说：“王强，有些事情不是说声对不起就能解决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”说完，我转身上楼，留下王强一个人坐在客厅里。这场战争，我已经赢了第1回合，但这还不够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背叛的代价远不止这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王强变得异常安静，他不再提车子的事，也不再威胁我，只是偶尔试探性地跟我说话，想要缓解关系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场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背叛就是背叛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周3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工作，助理小张匆匆跑进来：“林总，楼下有个女孩找您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”我猜到是刘娟，但还是让小张把她带上来了。
刘娟进入办公室时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她脸色苍白，眼睛红肿，看起来很憔悴。林姐，刘娟战战兢兢地开口：“我来给您道歉。”道歉？我冷冷地看着她，现在知道道歉了。刘娟眼圈一红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林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破坏您的家庭，不应该骗您说我怀孕了，求您原谅我，好吗？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刘娟，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我知道对不起您的太多了，刘娟抽泣着说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王强也和我分手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我毫不客气地说。刘娟听到这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林姐，求您高抬贵手，不要再追究了，好吗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看到她这副样子，我反而觉得无趣了。这个女人之前那么嚣张，现在却这么卑微，真是世事无常。刘娟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追究你什么，我平静地说，是你们自己把事情搞砸的，现在承受后果也是你们应该的。刘娟走后，我接到了李明的电话。林薇，王强的公司出问题了。李明说，他之前为了维持豪华生活，向好几家银行贷了款，现在资金链断裂，面临破产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高兴或解恨，只是觉得一切都是因果循环而已。李明，离婚的手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办？随时可以。以王强目前的状况，他不会有太多要求的。李明说，而且有了这些证据，财产分割对你很有利。那天晚上，我和王强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。薇薇，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王强看着我，眼中有着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王强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，就无法挽回。我平静地说，你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我愿意补偿你。王强有些绝望地说，我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我摇摇头。王强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信任的问题，是尊严的问题。这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王强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我明白了。那离婚手续我们什么时候办？1个月后，我们正式离婚了。按照协议，王强净身出户，我得到了所有的婚前财产，包括公司和存款。刘娟也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离婚后的第1个周末，我用卖车得到的32万给自己买了一辆更好的车，一辆红色的奥迪 Q7。开着新车在路上的时候，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人生最大的幸福，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能够为自己而活，能够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底线。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收获，不是复仇的快感，而是让我明白了几个道理。第一，善良要有锋芒，一味的忍让和牺牲，换来的往往不是感恩，而是得寸进尺的伤害。第二，女人的底气来自经济独立。如果我没有自己的事业和财产，根本不可能有勇气和能力反击。第三，有些人和事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和感情，当断则断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。现在的我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心情愉快，身边也有了真正关心我的朋友。我重新找回了自己，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。至于王强和刘娟，我听说他们后来又复合了，但没过多久又分手了。王强的公司最终还是破产了，现在在给别人打工。有人问我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，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，
因为我知道有些底线是不能退让的，有些尊严是不能被践踏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活得堂堂正正，活得问心无愧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背叛与复仇，关于尊严与底线的故事。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永远不要让任何人践踏你的尊严，永远不要放弃为自己而战的勇气，因为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值得更好的爱情，也值得更好的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